为了劝你结婚，地方真的拼了，你敢信吗？上海把民政局搬进了夜店，那另一边的东莞离婚号却抢破头，系统繁忙，一号难求。一个想方设法让你上车，一个焊死车门不让下车，两个新闻放在一块看，太魔幻了。家人们，我真的快要愁死了，今天必须跟你们唠唠我这糟心的买房经历。2018年，我满心欢喜的在江苏句容的碧桂园花了120万买了一套房，当时想着有个自己的家，还能当做投资，未来肯定能增值。可谁能想到，现在这套房子简直成了我的噩梦。最近我去问了中介，房子最多只能卖30万，这价格简直拦腰斩啊！他在中介那儿挂了大半年，标价60万，结果根本无人问津。一开始我还抱有幻想，降到40万还是没人感兴趣，到现在40万都难找到接手的人。我刚刚查了，贷款还欠着65万呢，要是现在卖了，算上之前的首付和还没还完的贷款，我得亏70多万，不卖吧？每个月的房贷像一座大山，压得我喘不过气，这可是我这么多年的心血啊！而且照现在这趋势，房子说不定还会继续贬值。打工潮已经结束了啊，返乡潮已经来了。你们看一下，这后面还有几车人，每天都是人来人往啊，全部是大包小包的回老家了啊。没有来广州的不要来了啊，就到老家，就到老家。观众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王真。最近中国出现了一个诡异到让人说不出话的画面，一边上海民政局跑去跟夜店合作，打着霓虹灯搞夜间结婚办证， DJ 在放歌，官员在颁证，说是要提升结婚率。另一边，广州车站江苏昆山的绿皮货车挤满提前返乡的打工人，离过年还有100多天，人却先走了一半，一边在造浪漫，一边在逃离城市，一边被催婚，一边被裁员。这两个画面放在一起，刺眼的像两个时代的碰撞。为了让你结婚，地方政府能搞创意到什么程度？上海夜店颁证，广州村里初婚奖8万，生娃再加12万，山西现金红包，浙江婚纱劝女拍，一套比一套离谱。看起来是甜的，其实全是焦虑。为什么焦虑？因为3条线同时往下掉，房子卖不掉，年轻人不结婚，出生人口续不上，再加上一条工人提前返乡，城市留不住人了。这不只是经济问题，这是国家级的3重下坠，房地产在下坠，人口在下坠，就业与信心也在下坠。当政府要靠夜店、补贴、消费券去推婚姻，当还没到春运，车站已经塞满返乡工人，你就知道这个冬天不只是冷，是整个中国的浪漫、房子、信心一起冻住了。今天我们就来说这场夜店领证、婚不撒钱、打工人提前撤退的背后，中国正在面临的经济与人口警报。11月初，上海黄浦区民政局与一家名为 INS 新乐园的夜店合作，推出限时4天的夜街结婚颁证体验。官方宣传语写着：浪漫之夜，带上心爱的人，在人生新乐园开启甜蜜颁证派对。活动海报上是霓虹灯与香槟杯，背景音乐是 DJ 打碟。结婚本该庄重的仪式被包装成一场夜间派对。消息一出，微博炸锅，有人调侃说，结婚要冲动，离婚得冷静，建议酒店前台快捷办理入住结婚，退房离婚。更多人直言，为了结婚率不择手段。面对舆论的哗然，黄埔民政局不得不出面澄清，新人必须在民政局领证，夜店现场只是颁证体验，还设有清醒确认环节，确保当事人不是醉酒冲动。但这份辟谣反而让人更感到尴尬。政府部门真的需要与夜店合作来完成结婚的清醒确认吗？即便如此，这场夜店颁证派对仍照常举行。官媒称，此举旨在推动形成婚俗改革新风尚，助力夜经济活力。前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在微博发文说，这样做没什么不好，只是让人感到某种无奈。他话里的无奈成了这场政策行动最贴切的注脚。无奈的不止上海，在长三角与华南地区，地方政府正以各种方式催婚。浙江宁波、杭州、绍兴、嘉兴等地发放800到1000元不等的结婚消费券，可用于婚纱摄影、蜜月旅拍、婚宴餐饮等。山西吕梁则干脆发现金，自2025年1月1号起，
女方35岁以下首次登记结婚者现场领取1500元红包。更夸张的是，广州白云区龙归街南岭村的政策，初婚可领8万元，生育再奖12万元，合计20万元。这个民间版婚育刺激方案迅速登上热搜，被网民戏称为结婚比打工划算。从民政局的夜店颁证，到地方政府的结婚补贴，再到企业配合的甜蜜经济，整个社会正进入一种政策性的浪漫主义，用消费刺激婚姻，用补贴制造幸福。地方官员口中的婚俗改革与幸福指数，实际上是一种行政化的焦虑反应。当结婚率跌至新低，出生人口连年下降，政府已经不再讨论是否要干预，而是急于寻找任何能提升数字的手段。这些年，中国社会的催婚策略层出不穷，从公园相亲角到企业婚恋日，从婚育宣讲团到夜店颁礼证。然而，在房价高企、收入停滞、养育成本失控的现实下，年轻人早已学会了用沉默回应这些热闹。正如一条被广泛转发的评论所说，当他们为了让你结婚，把结婚变成打卡活动，这场婚姻就已经失去了最初的意义。这句话也不只是针对婚姻，它更像是一个时代的自白。当爱情、家庭与财富都被政策化，浪漫就变成了最后的抵抗。接下来插入一段工商实践，我们大时局频道会及时追踪各种重大新闻。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，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， 神盾 VPN。我和我们团队的人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，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，它只用一台伺服器，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伺服器，然后由同一台伺服器发送出去。也就是说，它不但知道你的来源 IP， 也知道你连去哪里。这意味着只要那台伺服器有风险，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。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，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，资料会经过2台伺服器传送，第一台只知道您的来源 IP， 第二台只知道您要连的目的地，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，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，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您在网络上的行踪。除了安全，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很出色。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，随时连最近最快节点，而且一个账号可用在手机、电脑、平板，可以全家分享。现在购买2年方案享65折优惠，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大时局，再打9折，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，无风险适用。赶紧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购买。夜店颁证与结婚券的真正目标，其实不是婚姻本身，而是生育。在中共的政策设计中，提高结婚率只是提升生育率的前置任务，结得快才能生得早，结得多才能稳住人口曲线。但问题在于，中国的人口危机并非短期心理现象，而是一场由政策亲手制造的结构性崩坏。中国人口雪崩的真正起点不在今天的经济低迷，而在几十年前的计划生育。1979年推行的一胎化政策，让整整2代人被剥夺了自然繁衍的权利。中共曾以人多是负担为口号，把压低出生率当成现代化成就。但当经济增长依赖人口红利时，反噬就开始了。劳动力短缺，消费萎缩，养老失衡。如今的结婚消费券、生育补贴与夜店颁证派对，看似创意十足，实则都是在为那场制度性错误买单。从行政命令阻止生育到行政命令催促生育，这是一场从头到尾由上而下的反人性循环。中国的问题从来不只是人不愿生，而是活得太难，生不起。当房价高企，教育成本失控，工资停滞，育儿支出飙升，年轻人面对的不是婚姻选择题，而是生存题。微博上一条热门评论写道：你让我结婚生子，可我连稳定工作都没有。你说房子是家的象征，可那是我一辈子的债。你说多生孩子是爱国，
可我自己都快养不起。经济学者易富贤早在大国昆潮中指出，房地产泡沫的根源不在市场，而在人口结构。他预言中国人口将在2025年后进入加速下滑期，并拖垮整个内需市场。如今这一预言正在现实中发生。根据官方统计，2024年中国出生人口仅为780万，为中共建政以来最低。同年全国结婚登记数仅为683万对，创历史新低。这意味着婚姻与生育双双进入负成长时代。即便如此，地方政府仍在用仪式感掩饰焦虑。婚礼搬进公园、商场、地铁站，婚登中心延长营业时间。官媒报道婚俗改革与幸福指数。然而，这些热闹背后是一场国家级的人口恐慌。最近上海一夜店可现场登记结婚冲上热搜，当时网友就炸了，说这是炮前结炮后离，还有人担心喝断片了醒来多了个合法老公。后来记者去核实了，夜店领不了证，领证还得去民政局。那夜店干嘛呢？没结婚的可以来这儿预约登记，如果领完证了也可以办颁证仪式。虽然不是真领证，但这姿态放得够低的，民政局都卷到夜店，卷到潮人聚集地去冲击业绩了。几乎同一时间，东莞那一边是另一幅景象，离婚预约登记爆满。当地登记处坦言，每天8点半放号，15天内的名额秒光。想离婚，对不起，请蹲点抢号。离婚抢号堪比春运抢票。两则新闻构成了当代婚姻的现实预言。结婚的大门开到了夜店的50边，而离婚的窗口却排到了天荒地老。为什么这么拼？看看数据就知道了，很扎心。2013年咱们结婚登记1347万对，那到了2024年只剩下610万对，直接腰斩。年轻人是真不爱结婚了，但离婚人数却再创新高，去年是350万对。于是魔幻的操作开始了。结婚这边婚姻登记全国通办，也不需要户口本了。这还不够，山西给了30天超长婚假，浙江发1000元结婚红包，江西整治添加彩礼。现在连颁证仪式都搞进夜店，就差说求你们结个婚吧。那离婚这一边30天的冷静期，首次离婚诉讼还大概率不判离，回去再过6个月。那再就是东莞这一种抢号难如登天，整套流程下来堪比西天取经。把结婚做成自助餐，离婚搞成限量版，这背后是结婚率、生育率持续走低，带给了社会的巨大压力。但是问题来了，用夜店的灯光能点亮婚姻吗？那抢不到的号真的能留住感情吗？被这套组合拳拉进围城的年轻人是会觉得真幸福，还是会觉得被套路了呢？其实大家反感的不是什么夜店创新，而是千方百计拉你上车，一上车就给车门焊死的操作。真正该思考的是，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结婚呢？是加班不够狠，房价不够高，还是育儿成本太低了？之前看到一个数据，就说结婚生孩子这一项，从生下来到大学本科毕业，一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高达68万元。说到底发红包给长假，把仪式搬进夜店，那只能是头痛医脚。比起如何花式催婚，我们更该想一想如何给年轻人减负，让结婚重新变成一件值得期待的事。催婚的真相就是催生，而催生的背后是对未来的深层恐惧。当人口不再增长，税收、劳力、房市、消费都将同步萎缩，这不仅仅是社会问题，而是关系到中共的政权问题。对于多数中国年轻人而言，婚姻早已不只是一场仪式，而是一场债务的开始。比流星坠落更急促的是上海房价，陆家嘴豪宅暴跌 72%， 赠50平观江露台，原价1500万，现特价560万，在家就能坐拥黄浦江景和3件套，226平做了4房3卫，70年产权不限购，外地人可买。6年前，杨青在北京郊区买下人生中的第一套房，那是2019年售楼处灯火通明，置业顾问的口号是早买早涨。如今他每天打开中介 app， 却只看到一个残酷的数字220万元，比当初的总价足足少了180万。更糟的是，他还欠银行230万。为了卖房，他不得不先再贷款10几万，把尾款补齐，再交出房本。这种贷款卖房的怪现象，如今正成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新常态。从贷款卖房的全民狂热到贷款卖房的集体脱身，中国人的财富故事完成了一个绝望的循环。
王斌的故事发生在今年秋天，那时他满怀希望的挂牌卖房，却在中介店里被现实迎面打脸。当年花200多万买下的房子，如今只值100万出头，而银行的贷款尾款还有120万，也就是说，就算他立刻成交，也还欠银行20万。王斌苦笑着说，现在卖房就像割肉，越晚割越疼。马燕的经历更让人心酸，她和丈夫在老家挣扎多年，为了当年那套婚房，向亲友借遍了钱。如今为了还清贷款，拿着过户手续，她又向银行贷了20万元，只为卖掉房子不再欠债。当她在中介签下卖房协议的那一刻，房子没了，钱也没剩下，却觉得自己终于解脱了。根据经济观察报与多家中介数据，2025年以来，全国主要城市二手房成交价普遍回到4至8年前的水平，一线城市的二手房价跌回2021年，2线跌回2018年，3、4线更是回到2016年。瑞银最新住房报告显示，近半数购房者已出现账面亏损。这种下跌不仅改写了市场，也撕裂了家庭。有人为还贷而再贷，有人被迫法拍，有人以半价脱手，仍欠银行数十万。网络上流传的一句话道尽现状：以前是怕买不起，现在是怕卖不掉。与此同时，整个行业的泡沫正在结构性破裂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、前重庆市长黄奇帆早在2019年就曾预警，房地产供不应求的时代已结束。他指出，未来10多年，新房交易量将从每年17亿平方米降至10亿平方米以下，房企数量将从9万家减至3万家，房价不再5年翻一番，而是进入长期平稳甚至收缩期。如今这一预言正在迅速变现。据官方统计，2025年前3季度，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超过8%，民间贷款需求持续萎缩，地方财政卖地收入减少近2成。许多城市的购房补贴与限跌令成为维稳手段，却无法扭转成交下滑的趋势。市场信心的崩塌也在宏观层面引发连锁效应。从2020年至2024年，全国破产案件从 4.3 万起激增至超过10万起。今年上半年有新增破产及关联案件4135起，涉及企业超过 2.3 万家。这一连串数字的背后，是被房贷锁死的现金流与企业信贷链。经济学家形容，中国经济正陷入一种房价型通缩，价格跌，信贷缩，消费冷，就业弱。在这种结构里，房价下跌导致家庭资产缩水，消费意愿下降；企业倒闭导致失业扩张，购房需求再减；信心衰退又让市场自我强化下滑。这是一个典型的负反馈循环，像一道漩涡，把中产与基层一同卷入。而对许多人而言，这场危机不再只是数据，而是生活的塌陷。有人断供，有人抛售，有人干脆提前返乡。当房子从人生安全感变成负债牢笼，人们开始意识到，过去20年那场全民置产梦，其实是以未来30年的债务作为燃料。而在房市之外，另一场退潮也正在乱糟糟的发生。现在有一个非常残酷的社会现象，值得每一个人关注，就是现在才10月份，深圳的打工人已经开始返程回家过年了。在高铁站、地铁站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返乡人员。之前大家来广东打工，可能没那么早回家，都可能到11月份、12月份才回家过年。今年这个情况远比往年更加残酷。现在才10月份，很多人已经开始没事干，大量的打工人、牛马人开始返乡。你们看，这就是当下的经济现状和就业现状的真实反映。这个秋天，在广州上有长途汽车站，回乡的行李堆得比人还高。虽然离中国黄历新年还有100多天，但候车大厅里充斥着是返乡工人的嘈杂声。一位拍摄影片的女子说，这里全是准备回家的，工作没了，工厂提早放假。另一个声音在抖音上传开，打工潮结束了，返乡潮开始了，没有来广州的人就留在老家吧。同样的场景也出现在江苏昆山，绿皮火车的走道被行李塞满。一位网民说，火车上人太多了，这是昆山第一批过年回家的人，命苦啊。
往年12月才开始的春运，如今提前到11月。有人在评论区写，票价还没涨，人已经走了一半。对大多数的工人而言，今年的返乡不是为了团聚，而是为了止损。广州番禺一位建筑工人留言，今年项目停工早，工资被拖欠，只能提前收拾回家，干不下去了，今年亏得厉害。住在广州环市西路客运站附近的居民王先生也说，最近外地务工人提着大包小包坐车离开，多数来自湖北、湖南和江西，看起来不少工厂提前放假。这个早的背后是整个中国制造业的低迷。广东省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5年前3季度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3.2%， 珠三角中小企业的停工比例持续上升，用工需求萎缩。南京大学一位社会学者分析说，这不是季节性的短期收缩，而是结构性低迷的反应。工资下滑，工期缩短，订单减少，迫使企业提前停产，也让工人提前返乡。从广州到苏南，一整条中国制造带正出现前所未有的停滞。街边出租屋提前退租，小餐馆进入淡季，批发市场冷清。这些微观变化正是宏观数据的具象化。当工厂不再开工，当流水线上的灯光比夜店还暗，整个供应链也在失速。返乡潮意味着什么？它意味着城市劳动力外流的提前到来，也意味着消费市场收缩的现实。当工业城市少了工人，房地产、餐饮、物流一同降温，城市经济的血液就被抽空。这场提前返乡潮因此不只是一次交通现象，而是一场预警。它预示着中国经济的根基，制造业加房地产双支柱正在同时松动。房子卖不掉，工厂开不了，年轻人结不起婚，也不想生孩子。当这些断层连成一条线时，宏观经济的裂缝就成了一道社会的断层。躺平时代的困局，年轻人不婚不育背后的生存悲歌。在时代浪潮的裹挟下，年轻人集体选择不婚、不买、不生的生活方式。这看似叛逆的抉择背后，实则是一代人对现实困境的无奈呐喊。当断子绝孙的指责甚嚣尘上时，我们更应拨开偏见的迷雾，审视这场生存困局中个体的挣扎与社会结构性矛盾的碰撞。经济压力如同沉重的枷锁，将年轻人困在生活的泥沼中难以挣脱。在高房价、高教育成本与低薪资的三重挤压下，婚姻和生育早已褪去浪漫的滤镜，成为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奢侈品。县城与乡村里，无数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背负着30年房贷，掏空6口之家积蓄，却依然在婚恋市场中举步维艰。他们不是不愿承担责任，而是清醒地认识到，在连自身生存都举步维艰的情况下，贸然踏入婚姻孕育生命，不过是将下一代推向同样的深渊。职场生态的畸形发展，进一步加剧了年轻人对未来的绝望。996工作制蚕食着生活的空间，35岁职场危机如同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，延迟退休政策更是让晚年生活失去保障。当一生都在为生存疲于奔命，当奋斗换来的只是重复腹背艰辛的循环，生娃及生牛马的调侃变成了刺痛人心的现实写照。这种循环往复的困局，让年轻人意识到，在现有社会规则下，生育不仅无法带来希望，反而可能成为延续苦难的枷锁。社会阶层固化的加剧，让年轻人上升通道日益狭窄。从改革开放到如今，短短几十年间，贫富差距呈指数级扩大。寒门难出贵子不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无数底层家庭在现实中撞得头破血流后得出的残酷结论。与其让孩子重蹈覆辙，在阶层的泥淖中苦苦挣扎，许多年轻人选择不生，某种程度上正是对下一代的温柔保护。既然无法给予更好的人生，不如不将其置于痛苦的境地。然而，指责年轻人自私不负责任，无疑是对时代困境的视而不见。那些白天工作、夜晚兼职的父母们，用透支自己的方式为孩子积累家底，恰恰证明了中国人骨子里对家庭责任的坚守。但当个体的努力在庞大的社会结构性矛盾面前显得微不足道时，这种负重前行更显悲壮。年轻人的躺平与不生，本质上是对社会资源分配失衡、发展模式僵化的无声抗议。解决这场困局，需要的不是道德绑架与指责，而是社会层面的深刻反思。如何通过制度优化、资源再分配，让年轻人看到生活的希望？如何打破阶层壁垒，让奋斗真正成为改变命运的钥匙？唯有当社会为年轻人卸下生存的重担，他们才有可能重拾对生活的热情，重新拥抱婚姻、家庭与未来。毕竟，
没有人天生愿意做时代的局外人，只是当现实太过冰冷，温暖的归途又在何方？从夜店领证到贷款卖房，从工厂停工到提前返乡，这个冬天，中国正在同时经历经济、社会与信心的3重降温。而在这场挣扎的衰退里，没有人能真正置身事外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